Hello， 大家好，我是世静。那上一两周的影片当中，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中共国的各种诈骗集团以及恶性竞争的团伙呢，是席卷了整个马来西亚。譬如说有这个装修诈骗、酒托诈骗，以及各种的小仙女诈骗，还有他这个假乞丐集团、假和尚集团，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的诈骗的手法。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则我昨天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报上看到的另外一则可能会让马来西亚人闻风丧胆、瑟瑟发抖的一个诈骗集团，那就是中共国最著名、最历史悠久、最遥遥领先的碰瓷集团也来到了马来西亚。我们话不多说，先看一下相关影片。各单位请注意，华裔碰瓷鸳鸯党横行蒲种新山，2个月内敲诈27人。雪州蒲种及柔佛新山出现华裔碰瓷鸳鸯党，制造假车祸真敲诈。他们手法是开车撞向正在倒车的司机后，再以车辆遭撞毁为由，短短2个月内至少勒索敲诈了27名司机，骗走至少约1万令吉赔偿金。早前有网民在面子书发布6个视频，指该对男女使用3辆车碰瓷诈财。消息指于3月4日至5月4日期间，他们利用的3辆杠案工具分别为本田 Jazz、本田 HR-V、宝腾赛嘉，在雪州巴生谷，尤其是蒲种以及柔佛新山一带作案无数，手法几乎相同。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司理张天赐今日集合其中6名华裔女事主召开记者会，指此案多数受害者为华裔女性。倒车的时候，因为隔壁有一辆比较高过我的车，所以变成我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慢。那么我出的时候，我就给他撞一撞，有认识方面嘛，就扣一下那个价钱。我想 OK， 我就扣到差不多2000多块左右了。他就讲印了一半就1000，我讲没有钱，500就谈到150了。150多少了？那张天赐指出，该对男女碰瓷后，让司机误以为自己是过错方，伺机勒索赔偿。若司机要报警被阻止，要求当场私下解决。不少司机因怕惹不必要麻烦，最终赔钱了事，赔偿金额从150令吉到1500令吉不等，目前合计损失约1万令吉。各位姐姐妹妹们，若不幸遇到，坚持报警。以上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新闻呢，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啊。他们锁定的碰瓷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啊，大家请注意了，各位女性的观众一定要小心啊！就是他锁定女性，因为他知道女性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更加的容易被他忽悠啊，还有就是他可能车里面有很多的人，他通过各种的威逼利诱的方式，让你相信是你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他，其实是他主动来碰瓷你啊。而且呢，马来西亚的中国报，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善良了啊，他只是说华裔，他没有说中国人，他们真的是太善良了，可能他不想拉各种的民族仇恨啊，只是用了华裔。那我非常肯定的是呢，碰瓷的剂量呢，一定是由中共国的团伙所制造的，因为马来西亚本地的华人不可能去干这样无耻的勾当的啊。那所以说呢，我这边我就要提醒一下马来西亚的广大的华裔，真的要多加小心啊，特别是女性，你在停车场，在任何时候倒车的时候，都要转过头去多看2眼，车速是越慢越好。那说到他这个汽车碰瓷啊，我10几年前在中共国的广州就遭遇过一次，那情况也是和影片当中是一样的，就是我在停车的时候，呢，我不喜欢把那个头扎进去停车啊，因为你头先进去的话，你离开的时候你需要倒出来的嘛。那我是喜欢倒进去，离开的时候比较好走一点。那我就看那边有一个车位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倒车。我倒车之前呢，我是转身过去，有确定后面是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车辆的。当我刚到了2秒钟，砰的一下，我就听到一声巨响啊，一辆车从我的背后飞驰过来，然后用它的头撞到了我的车尾的上面。当时我整个人都傻掉了，因为我前2秒刚回头去看了，
没有任何的车辆，也没有任何的行人的情况下，就2-3秒的时间，非常之快啊，他就冲过来撞了我的车尾。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是3个彪形大汉在车上，然后就是说你把我的车给撞了。那我当时我觉得很生气很委屈，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要倒进停车的，但是他冲过来撞了我的车尾，而且当时事发的时候我是在倒车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在碰瓷，故意的来撞上我的然后我就非常的不服气我就和他们理论一番，我就说你明明看到我在倒车，我准备停车，你为什么要飞速的撞上我的车尾？为什么要撞过来？这是你的错然后呢，他们下来之后看了一下情况，然后张口他就要我赔2-3千人民币然后具体的金额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是大概是2-3千人民币吧。那我当时我真的是火冒三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错，是他撞了我的车尾，为什么我要赔钱给他？然后呢，我就说坚持不要私了，我要报警。然后我就打电话去报了交警。过了一会儿，交警来了之后，一看这个情况，居然就判了我全责。因为在中共国的交通法上是这样说的说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有一辆车是在倒车的话，不管是谁的错，他们都会判这个倒车的人全责的，因为你不是一个正常的行驶的一个情况嘛。然后就是他是车头撞上我的车尾，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拿出证据来去证明是他主动撞过来的。那10几年前还没有安装任何的行车记录仪和各种的监控的时候那所以说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那后来呢，我就坚持要报保险，我就不要私了，因为我车有买保险的嘛。然后那几个彪形大汉是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我坚持已经报警了，他判我的全责我也无所谓，因为我买了全额保险的嘛。然后我就报了保险，然后就走正规的途径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来讹诈我那2-3千人民币那这就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个车辆碰瓷的一个事件是和影片当中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说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广大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事故，一定要走正规途径，一定要报警，一定要报保险公司，不要怕麻烦，也不要听那些人威逼利诱或者去恐吓你，然后去欺诈你说这个是你的错，是你撞了我，或者是怕麻烦。那很多人可能他怕麻烦，或者是他在赶时间，他就想付一点钱草草了事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纵容这些碰瓷团伙，更加的变本加厉那除了这种车辆和车辆的碰瓷之外呢，其实中共国最可怕的是人和车辆或者人和人之间的碰瓷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听说过20多年前的南京的彭宇案，然后他就是在路过的时候好心去扶了一个摔倒的老人，然后呢就被老人诬陷说是他撞倒的，然后要索赔，然后上了法庭上法庭之后呢，中共国这个奇葩的法官呢就问出了那一句震惊了整个中共国，以震碎了全部人的价值观的一个问题，说如果不是你撞的，那你为什么要扶所以说呢，自此之后在中共国，在大街上，在任何场所，没有人再敢扶摔倒的老人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去扶他，他会不会来诬陷你说是你把他推倒的，然后呢要索赔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也进一步的加速了中共国人和人之间的冷漠和距离感那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个案件那这样的碰瓷案呢，其实在中共国现在还是非常之多的。那最常见的呢，它就是很多的老人家他故意的跑到你车辆的盲点的地方，然后呢故意的碰到你的车上去，然后躺在地上，然后说你撞了他，因为是一个车辆的盲点嘛，你也无法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撞到他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会自认倒霉，
花钱了事啊。而且你看他是一个老人嘛，你也不好和他去太计较啊。那所以说呢，老人和车辆的碰瓷的这个诈骗手法呢，几乎是百发百中，屡试不爽，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就在最近啊，在中共国又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案件，其实也算是碰瓷吧。然后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前面走，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在后面走。然后呢，他在走的过程当中，后面的人不小心撞到了前面的人，撞到之后呢，他就摔倒了，然后受伤了。受伤之后呢，然后就去医院，然后有大量的医疗费的开支，就把这个后面的行人给告上法庭，要索赔。这个时候，中共国的法官又再一次的刷新了全部人的三观啊，然后说出了另一句可以媲美彭宇案的法官的这个经典语录，说啊，你就是有错的一方，你就应该负全责，因为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没有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现在在中共国，你不单单是车你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如果说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话，你不小心碰到了其他人，他自己摔倒了的话，你都要对他负全责的，他都有权利去索赔的啊。这就是中共国的奇葩法官的判决的方式啊，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那所以说呢，如今这大量的碰瓷团伙呢，又转移到东南亚各国了。那我相信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在整个东南亚都会遍地开花。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在遍地开花了啊。那我就想通过这个影片来提醒一下大家，务必要小心，遇到任何的事故或者是类似碰瓷的事件，第一时间要报警，不要相信他们的说辞，走正规的途径。还有再来就是呢，虽然说我相信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各国没有像彭宇案这样的法官，这样的奇葩的法官，但是呢，如果说你一惹上这样碰瓷案的官司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劳命伤财的一个事情啊。那所以说很多人会想着，哎呀，花钱了事，破财消灾啊，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就往往会更加的纵容这些碰瓷的团伙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来杜绝这样的碰瓷的团伙呢，那就是在你的车辆上前后都安装行车记录仪，记录每一秒你的车周围的一切的情况，这样是有很大的几率保留证据啊，去有效的避免这些碰瓷团伙的讹诈。OK，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见，拜拜。后来都是我玩又有啥事了？有玩有啥事？人家挂到其他了，谁有啊？哪个跑嘛就不？到那个看着跑不了的。哎呀，哪个人？我的天！他衣服好湿，脱的了嘛？把那衣服给人家丢回了。